我先打开来看哦。对，7人比赛不补厨助。哦啊？什么？啊？对，没错，因为呢，安心亚呢，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他弃赛了。那现在我们只剩4位厨师，还有3位厨助。我们这次第2阶段呢，4场积分赛，有4场的比赛。然后这次呢，我们不只要比厨艺，而且要比各位的经营餐厅的能力。每一集呢，就像刚刚我们开讲的，就是呢，我们会设计一个菜单，然后分为前菜、主菜，还有末传，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请大家分别为他们定一个你们觉得最合适的价，分别哦，要分别，就是前菜是一个，主菜是一个，末传是一个，你们最后呢的业绩减掉你们食材的总成本，那就是你们的净利。但是因为一组呢，通常都会有1个厨师对1个厨助，所以这个净利会除以2，就代表大家的积分累积到最后，积分最高的厨师跟厨助就是我们的冠军，也是可以拿走这100万的奖金。这样大家清楚了吗？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赛制，它其实是à la carte，就是比较像是一些餐厅，你是有一本 menu， 你就是让客人自己去选。因为之前评审是比较固定的嘛，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算是大众。那由于呢，我们这次厨助只有3个人，所以呢，每一集会有1位厨师单独1人备菜。因为你是单独1人备菜，所以你的积分就是1人独享。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配到组。因为每次的配置都会不一样，而每一个人都会每一次都会有1个厨师要1人成组，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水鬼会把4组比赛的配对全部配对完成。你们会记得哦，就是每一次配对不能重复，然后再来就是呢，这一次你1人成组的厨师，下一次你有优先的选择权。第1站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Harry， 就是这个地方，在这里比，你们就要在这里迎接你们的客人。第2站呢，我们要到的是呢台北大3元酒喽。哎呀，要到 Charles 那边了。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粤菜的代表餐厅，我们会请来20位艺人、名人，你们的朋友。第3站呢，我们要到哪里？要到青青格丽斯庄园，我们迎接的是30位上班族女孩。这个呢，我们还有特别一个指定入菜食材是福乐顶级鲜奶优酪，它是100%纯鲜奶发酵而成，没有添加糖、胶，还有香料等等。但是要请你们把它入菜，不论是前菜，或是主菜，或是末传。第4站来到美食的聚集地，也就是台南的帕麒麟。我们的客源是谁呢？就是我们台南在地乡亲。这就是这4场的比赛。我觉得超难的，很烦欸。你不知道客人会不会点，有多少人会点你的菜啊？还要抓我们自己的成本，然后再来就是抓，就是我们卖的价钱要多贵，要多便宜，什么什么。这次我们要看客人的感受怎么样，所以呢，客人可以根据他的感受来给你们支付多少钱。我们如果说今天是100块的定价的话，他可以有正负30的支付。所以换句话说，我如果觉得这个菜非常好的话，我就付130；我如果觉得这个菜还好的话，我就付70。所以还有正负30的扣打。另外，如果他觉得非常棒，服务也很棒的话，会再另外多给你10%的小费服务费。如果是很满意的话，就多增加38的，算是gratuity。然后如果不好吃的话，就减30，是38。我以为一直都是冠军厨助，因为我们还有10%的那一个服务小费的这一个加分项。我想哦，也许这个时候可以急起直追。他们真的2个人真的太强，因为羽西当过空服员啊，他就会很知道怎么样去服务别人。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东西要好吃，服务要好。那如果他觉得先买1组的话呢，哇，加30，然后再加10%的小费就会很惊人。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第2阶段的比赛。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分组配对。第1站，泰瑞16位高端客群。好好想一想哦，数到3，请翻版1、2、3。第一个比赛的场域是在泰瑞，然后我们的客人是所谓高端客人。然后我就第一个想到 Will， 我跟他合作过，所以我知道他专门就是在经营这样类型的客人，所以就翻牌的时候就选他。很不幸的 Will 没有选我，对，但另外2位厨师有选我耶，而且永孝第一次选我。然后看到 Ricky 也选我，因为他做过空服员，他也服务过很高端的客人，
所以服务这一块我不用太多的短期的加强训练，因为他本身可能他的经验就比我高了。机上的服务跟在餐厅的服务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好听。想说看要不要把羽西放在后面一点点，对，但我没有想到雨薇会选我。我个人呢是觉得是在泰瑞还蛮符合的，他就是餐厅去经营，那他的空间也是差不多跟以这样的氛围去经营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还蛮懂这个客群。会不会有一种机关算尽？但其实最后也就是顺其自然。与其这样子排，那倒不如就选直觉。好听。那哇，雨欣啊，你选 Will， 是 but Will 选姚纯耀，姚纯耀选陈永孝，这个关系复杂了，你们。雨薇，大家以前抢着要你，今晚没有人要你。对，我相信很多师傅都觉得说，如果可以跟雨薇配到第3集的话，那就是 perfect， 就是有那个很多女性消费者的那一群这样子，跟他搭出现在第3集，不管是哪一个师傅，应该都是蛮大的加分。他们有一些战略，对啊，他们有一些战略，就不用这样上班，我自己。因为我觉得郑传豪在心里头有一个他的规划，就是第1场要谁，第2场要谁，第3，但是现在没有一对配对成功，很抱歉。人生就是这样子，要请大家再选一次，好好的想一想，刚刚有谁选你，你错过了他，或者是哎呀，好像可以再想一想，这个人或许可以合作看看，还是我这次就是要孤军奋战，数到3，请翻版，1、2、3，请翻版。好了，我们先来看看，羽西一样有2个人选，郑崇豪你就是巴扎不放就对了，你这跟追求爱情一样啊，就是死缠烂打。Will，你变心了，为什么？我要回应对方一下，因为他刚刚选你，但他现在走啦。可是该做的还是要做。该做什么叫该做的？该不要有一种要负责任的感觉就对对要负责了任。但他现在变心了，他现在到郑淳豪这边，恭喜配对成功。有 Jessica、吴雨薇，恭喜配对成功。好的，姚春耀，你还是跟着 Will 走，可是 Will 他回应了林雨熙，但是你有没有看到永孝？永孝，所以永孝选你，但你选 Will。现在要请另外我们再配一次组，数到3前翻版，1、2、3。姚春耀决定的是陈永孝，恭喜配对成功。所以第一站泰瑞就是我们的 Will 要孤军奋战，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很棒的一个外场人员会帮你忙，而且你的积分全部都在你自己的手上。你如果在这一趴把握住的话，后面的人很难追你，因为所有的人积分都是除以1半。厨师反过来变成自己一个人控管啊、控场啊，然后甚至出餐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专注度反而会更够。要说是劣势，其实可能就只是体力上的累。马上进到第2站，第2站是我们大3元。第2站呢，我们的 Will 有优先选择权，因为你第1站是孤军奋战，对，你现在对面3个任你选。爱选谁就选谁。大3元是 艺人朋友，对，艺人朋友。艺人朋友。那我们先让 Will 翻牌好不好？请问 Will 选择的是，请翻版。林雨熙，谢谢，大家很看得起空服员哦，谢谢。对，另外3位厨师要配上我们的厨助喽。1、2、3，请翻版。胡宇威选永孝。永孝也选胡宇威，恭喜配对成功。哦，姚春耀选郑淳豪，所以郑淳豪、姚春耀配对成功。所以第2回合是我们的 Jessica 孤军奋战。第3场的比赛来到青青格力士庄园，但是因为第2场呢是我们 Jessica 独自备料，所以你有优先选择权。但是你选了之后呢，其实其他的也就底定了。我来念念看，怎么样的组合？如果 Jessica 你选的是姚纯耀的话，那么 Will 你就会配到胡宇威，永孝配到羽西 ，Ricky 一人独自奋战。但是如果 Jessica 你选的是
林予晞的话，那么 Will 会配到姚淳耀，永孝一人独自奋战 ，Ricky 配到雨薇。了解了吗？决定权在你的手上。当然，如果你现在选的是姚淳耀的话，那么刚刚林予晞的那个组合就会是后面那一集。好，决定权在你手上，请问 Jessica 要选的是姚淳耀还是林予晞？来看看选择的是姚淳耀。所以第3个场地，我们的配对是 Jessica 配上姚淳耀。Will 配上胡宇威，永孝配上林予晞 ，Ricky 一个人独自奋战。第3场是在青青，就是30位上班女性，雨薇就是完全就是擅长的我觉得他就是打出去就是一个男神牌，多好用。结果谁知道千算万算，雨薇没有在第3集跟我。小资女士跟那永孝，怎么会在小资女跟永孝？跟 Jessica， 那我觉得 Jessica 本来就是外汇女王，然后我觉得她对于制作这种多人份的，然后又是女性的客群，我觉得她一定会非常的厉害。第4场的比赛在台南帕麒麟，跟我们的台南相亲的呢，就是 Jessica 对上予晞 ，Will 对上姚淳耀，永孝一人独自奋战 ，Ricky 配上胡宇威，这样大家了解了吗？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这4场的配对。接下来呢，就要请大家进入备料的动作，为明天的营业做准备。但是因为呢，我们上次4强赛的时候呢，第1名是我们的郑淳豪，所以郑淳豪，我们给你一个很棒的地方，让你好好备料，就是只有你这一组可以留在泰瑞备料。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们可以在这里比别人多一点的时间，也可以更了解这个厨房。但是明天呢，你们一样会在这个地方进行营业，在这里打仗。4强争霸首战正式展开，加油！完全就是没预料到我可以留在泰瑞，太好了！当天蒸烤箱只有1台，我现在可以独用，我就赶快能用的东西我先用起来。唯一担心的是我的货会不会到嘛，因为我最重要的项目明天早上才会来，而且要从宜兰过来。如果有个塞车，可能就 GG 了，我就掰了。这个是好的昆布，现在只有昆布跟水泡了1个晚上，这是基本上所有东西的基底都是。哇，它光是这样泡就已经有，对，它就只有水跟昆布，这是好的昆布。已经有很明显的昆布味，好香哦。这一个阶段其实真的很难像之前在比赛的时候那样帮忙，因为不像之前有限时嘛。所以其实厨师会真的想要自己亲手去处理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因为我原本有提议，我说 Ricky， 那你这么多东西用，还是你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切？没有什么要先切好？要，但其实但是切你觉得你还是自己先处理比较好，对不对？对，而且我们这一次是 fine dining， 然后 Ricky 就对着他的和牛，然后想了一下就，那个这样，然后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我说，哦，有东西要切，但是可能要处理得非常细致，对吗？所以你想自己来这样，然后他就，对。他说，因为这一次拿到的牛舌呢，非常的大，可以使用的地方蛮多的。然后他就把一些他觉得这一次就这道料理这道菜比较没有那么适合的部分，他就慢慢的庖丁解牛，就把它这样划掉，轻轻划掉，这样。然后呢是采取这个牛舌的根部，那一段呢是最受欢迎的牛舌部位。后来啊，他有绞尽脑汁有想到一些我可以帮忙的，比如说很细的青葱。我有一些这个须，这个就不行。OK， 你要帮我把这个分叉了。对，我要这个完整的，这样子你就帮我挑过去。哦，这是完整的。对，这是懂。然后它不能太用力，太用力就这样。OK。对，所以你要很轻。好。所以这很适合你。OK。突然间变得很像那个刚到寺庙里修行的小沙弥，然后那个老衲就拿一碗沙来给你，然后让你挑，你挑到会入定哎，这样。
备蛋菜真的很辛苦，把那个须毛拔到，哇，手有点抽筋。使出吃来的东西，真的，哦，这个就有了，哇，很大力，我花超大力的去拔它。这次好像大家食材都很拼，就是用顶级的食材。我们有来自奥迪的青壳鲍鱼，它是台湾顶级鲍鱼，然后龙虾啊，然后牛的2眼肉都是很珍贵的部位。比较困难的是剥蟹肉。我感觉那道肉的时候都要小心。然后尽量把它拆成这样整块的，所以不要让它散掉。壳一定要小心哦。好，壳一定不要下去。好，这也是。这个帮我。真的吗？我们做完，真的，那么快？还好就是雨薇她真是非常的有情有义，即便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帮我剥蟹肉，而且我们剥到就是最后要收工的那一刻，不然我应该会就是大家都走了，我还在那边剥那个蟹肉。比较着重的都是在用时间去煮老母鸡的鸡汤啊，然后或者是罗西尼牛排的那个牛寿司。我想要用中西口味这件事情去连贯，可能前面是一个港式的上汤，中间可以做一个可能法式经典的罗西尼牛排，然后最后用一个很台湾味的可能鸡汤，最后去做收尾。我搭配了3种不同的菇，有松茸、松露，然后跟花菇，然后最后再用中西式的口味去把它做串联。鱼的话，日本它是合法进口，老牛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大家比较少去了解。会非常紧张啊，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之前的训练太多，经验真的非常少，所以其实就是还是不太知道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超紧张的，因为以来都是我们备料，然后我没有特别要讲菜，这次是要讲菜、前菜、主菜跟甜点这个部分。哇，这个有难度，真的有难度。今天早上呢就正在默写，然后呢也做了这个小抄，黄色是香鱼，然后红色是这个炭烤牛舌，然后绿色就是鸭的素面。那个书画组的这个姐妹们就给我了一个小道具，全村的希望，加油！我是10届奇观在踩雷与摘星之间的 Jason。那我自己算是比较爱吃的贪吃，所以就到处飞出去吃。对，要煎。
哎，您好，怎么就这样？您好，请问定位大名？一开始看到宾客进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比赛开始了。请问定位大名 ？Debbie。哎，大家好，像我们今天定位大名是李希宇。那一刻的真实感非常的哇！现在真的是，要做这件事情。突然客人一来，有点吓到，想说，这个怎么突然就来了？就会有点不知所措。您好，哎，请问定位大名 Sean，我是 Sean， 那我主要之前是在 GQ 跟500盘做饮食的论述，然后主跑餐饮线的编辑。我叫 Louis，我本身也是一个餐饮从业人员，目前是在 Kiku 局担任外场经理一组。你好，现在我们用开始让我们大同事 Louis， 这边请。好，定位大名 Chelsea， 来，跟我来，这位。就是要来看看老朋友们，很恭喜他们走到最后这个大魔王，代表离胜利越来越近。两位午安。午安，哎，OK， 等一下，I'm sorry，Mr. Peter， 来，一起坐。对，哇，天哪，妮妮女士。然后有我们那位大师，我们最很好的朋友一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傻眼，我不知道他们两个真的会来。今天最开心的应该是我有点无事一身轻，然后来这里就很单纯的来享受美食。然后我一进来讲的第一句话是哇，原来被服务的感觉这么好。陈小姐。被服务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子。来，不好意思，来慢慢坐。哎，还好。对，往前。我有，我冒冷汗了。你怎么？错吧？太惊喜了。Oh my god！ 坐满了，好，行吧。各位下午好，中午好，我是这次的评审，我是凯，很欢迎各位来到这一次我们新厨之战的餐厅。接下来我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所有参赛者的作品，帮大家导读一下菜单。第一个是香鱼，然后是宜兰的，它是现炸的。活体的，我们正有水族箱在养着。如果你喜欢吃酥脆的、带一点苦味、苦干的，这道料理欢迎你们可以点。第二道是蓝龙虾天妇罗配菇类的汤，它也是一个前菜。那再来是一个三重奏，那你有看到有蟹肉、鲍鱼，然后跟五味酱的搭配。然后第四个是干贝，还有现在的当季的绿竹笋跟绿芦笋，然后配上一点百合根泥，还有现煎的北海道干贝。主菜的部分，第一个是牛舌，炭烤的牛舌。那它这个有做一点 twist， 它用了一点sukiyaki 的概念，但是它把 sauce 放在旁边，然后有炸上一颗溏心的蛋黄给各位。然后再来是 rossini steak，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是很 classic 的 French。那有一个很好的牛菲力，上面有煎的鸭肝，然后配上一点马铃薯泥，配上一点 red wine 的 reduction。那再来的是黄焖的那个龙虾，它用了谭家菜里面的黄焖的鸡汤去煮那个龙虾，然后旁边配的汤是台湾温体牛的 BN 吧，我们这样就是那个盖子的上面盖子的肉，然后切薄片，然后冲上一点自己发酵的黄椒跟那个汤，有点辣辣的。那最后一个 main course 是小里布翁，一样是菲力的部位，只是取最中间的部位。油脂比例最均匀的一个部位。末传呢，第一道菜是鸭肉的寿把素面，第二个是花菇、鲍鱼，还有花椒的浓鸡汤。那再来就后面有两个甜点，第一个甜点是台式的，有一个杏仁露咸蛋糕，最后一个是比较 French， 它有蛮特别的是，它用了橄榄油的冰淇淋，还有现在用的麝香葡萄的 parfait 是一个糕点的意思，这冰冻的糕点。今天给出的售价有一个最大重点是，它的原价你可以往上 top 30，你也可以往下递减30。我觉得何顺凯做的超差，我只想给70块也行。
我觉得他说哇，他做出超出我的期待，我给130块钱。另外的10% 是 service charge。如果今天你觉得我们的厨助跟 waitress service team 表现得很好，让你如沐春风宾至如归，请不要吝啬给予10%的 service charge。再次谢谢你们的光临，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午餐跟你们在一起。谢谢。欢迎。客人一定他会有很多自己的主观选择，包含说他对于这个食材本身的喜好。我觉得可能还是回归到菜色的设计跟 pricing 就蛮重要的。3道菜，然后有4组，客人要怎么样去点菜？因为可能他们只会看到菜名，那菜名可不可以引起他们的兴趣？不能太诗情画意或是抽象的名字，直接一点比如说我用什么和牛，什么品种的和牛，日本和牛，或者用什么特殊部位。我用特殊的什么食材，反而大家比较有感觉。就是也很好奇其他人定价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永孝定价真的看起来好像就偏低。对，想说那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价钱，然后提供这个食材，大家会不会觉得这食材会不会不够好？会吗？我就会想说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平民嘛，没关系啊，反正在3星的店吃到平民的也不错啊。对，好吃。那就这样，他们会 send 过来。好紧张，会不会点到我的？空了。OK， 接受。3、5、1、2、3、4、5、6、7、8。1、2、3、4。这个好复杂。 5、5、5、5。Ricky， 我来跟你对餐。好。5个栗香，1、2、3、4、5。主餐是寿喜的话有1、2、3样，然后再来鸭香就一个。哎呦，大家都想吃甜点啊，点甜点的人很多啦。我的应该是4。我们是1、2、3、4 ，OK。对，好。等一下。然后主餐1、2、3、4、5。5吗？还是1、2、3、4、5，对。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 parfait，total parfait 1、2，1、2、3、4、5、6、7、8是 parfait。好。前菜是2份，2份吗？给我2份一个，但是不吃甲壳类。黑山过敏是甲壳类，不吃甲壳。主菜还是先看前菜？那先看前菜就好。我们前菜一个不吃甲壳，一个不吃甲壳类，更难一点。我写 order， 等我一下。2、3、4。我都不熟。第一道菜第一道 order 是1、2、3、4、5、6份。师傅，我们有6个龙虾，我现在上餐具。没问题。嗨。最后是一个人拿100万。一个人100万，所以总共会有200万。200万。对。那既然如此，我的名字叫雨熙，对，然后今天会是你们的waitress， 所以如果有任何有需要的话呢，都可以叫我。你好，我已经到手。好。那服务的部分，我觉得应该也会放到一起。我觉得现在是在抢生意吗？先抢先赢，抢这10。先抢先赢。为啥？还要多一点水吗？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被服务过，谢谢。是吗？那我可以再多一点吗？已经被抢走了。
想折磨人家哎。对啊。哇，你这样这边是不对？不要动。然后另外再做。各位贵宾午安，那我这边先介绍我们 Will 师傅他的第一道料理哦。桌面上第一道料理，我们准备了3款不一样的鲜味做呈现，会有花菇、蓝龙虾，还有鱼子酱。对，花菇的部分呢，Will 师傅他有先做泡发的动作，然后有加了上汤下去做为主，其中包含了老母鸡、还有干贝、虾米跟爆汁，还有港式的一个蚝汁在里面。我会蛮建议各位先从我们的花菇先做品尝，先用花菇在我们的味里面先蹭第一层的鲜味，再来再品尝我们用了天妇罗面衣，用高温油炸，那同时保留它外皮非常酥脆的口感里面的龙虾非常多汁的一个风味，那这是第2层的鲜味，在我们口腔中做呈现。最后一层的鲜味我们用了法国3宝之一的鱼子酱，做了一个比较海洋鲜味的比较丰富的呈现。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一道料理同时品尝到陆地、海各方的一个鲜味下去做我们今天的开场。各位点到香鱼的贵宾，你们好！你们现在面前的这个香鱼呢，它是来自于Ricky 主厨郑纯豪他的料理。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啊，为什么香鱼它会得到这个名字？因为其实实际上呢，香鱼它是自带清香的。野生的香鱼呢，它会有一种淡淡的西瓜香；那养殖的香鱼呢，它是会有这个小黄瓜的这个气息。因为香鱼呢，它饮食非常的纯净，所以它没有我们所谓一般的那种鱼腥味。那它甚至有一个美称叫做夏季里最清雅的一抹香气。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从这个宜兰的八甲养殖渔场这个就是跟他们进了这个活体的小香鱼。那今天的呈现呢是天妇罗，所以我们这个鱼骨的部分呢已经是非常的酥软，是可以搭配鱼骨、鱼肉这样子一起吃的。那第一支呢，我会建议先从比较靠近贵宾的这一条鱼开始，它是原味的。那我们吃到肚子跟头的时候，可以搭配它旁边的这个西芹醋味噌，然后再来我们吃到第2吃的时候呢，就是搭配这个 Parmesan cheese。那吃到这边的时候，您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微苦，但是呢，这个就是香鱼的特色。那我们这个食用的顺序呢，从甘甜，然后到甘苦，最后回甘，就好像人生一样，耐人寻味。好，那这是我的介绍，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料理。谢谢。下一位同学，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今天 Chef Jessica 的厨助吴宇威。那今天 Chef Jessica 为您准备的是想要展现就是比较清爽，能展现清爽和在夏日海洋的风味，所以让你可以开胃，容易开胃了。那所以就是在plate上你会看得到很多竹笋，然后绿竹笋，然后是百合，所以这是在今天真的是当下煮的，今天早上，然后就可以感受到甜和脆的这个口感。再来就是在海鲜的部位，你就吃到这个北海道的干贝，然后再来是清酒煮的那个淡菜，然后最底下是用5个小时熬出来的清汤。用竹笋和那个玉米，所以就吃到很多层次。希望的顺序，希望是从淡到重，所以你可以从蔬菜吃到干贝，再回到蔬菜吃到重的淡菜。请慢用，谢谢。各位嘉宾午安我是姚纯耀。那今天很荣幸呢，可以为各位嘉宾带来陈永孝主厨他的前菜海之鲜、山之玉、甜之脆。那这是陈永孝主厨，他从大地的3元素出发。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海之鲜的部分是陈永孝主厨他选了由北海岸的这个万里的花蟹，还有澳底的青壳鲍鱼佐以非常回味的这个5味酱。那同时呢，我们用麝香葡萄还有白萝卜泥堆叠出一个山的意象，还有清香。那同时呢，最后我们用腌制的小黄瓜还有生菜带出这个田园的清香还有芬芳。那建议您食用的时候，可以先从蟹肉的清香开始，再到浓郁的鲍鱼，最后用这个腌制的小黄瓜的酸甜来做结尾。那希望你们慢慢享用，谢谢。开动。长大之后很喜欢那种甘苦的味道，会很想知道说这一次他会怎么去处理这个甘苦的味道，因为我觉得那个成功跟失败确实蛮一线之间的，所以这道菜让我非常的期待跟好奇。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吃香鱼，然后有尝试到跟印象中不太一样的香鱼的吃法，觉得还蛮开心的。
我第一道选的是蓝龙虾，然后它的处理方式，然后搭配的花菇，其实让我这个搭配是没有尝试过的。蓝龙虾天妇罗花菇，我觉得花菇的部分做得很入味，硬度口感保留的蛮好的。那蓝龙虾本身是一个很好材质，我觉得它的这个天妇罗的味道啦，这个也都做得很好。如果要我说第一道菜唯一一点点小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熟度问题稍微比我预期的稍微熟一点点。自己觉得第一道的天妇罗这个龙虾的熟度稍微熟了一点，就基本上是 well done 了。那个鱼子酱它加的不算是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少了一个这个 punch 的冲击力，所以觉得有一点点可惜。超出预期的是绿芦笋跟芦笋跟百合根，我吃的那个咸菜，我觉得它吃起来的感觉很轻松，然后不同的食材，青菜跟海鲜跟酱汁，它整个调配上面还不错。你是和牛，澳洲和牛，对。Yes。请问为什么？我来到你旁边。为什么他呢是左插右刀，我们是在同侧？因为我们今天 chef 是用欧美那个套餐，所以就是欧美的套餐，其实这种法式的方式去用展现刀叉跟勺子都在往右边的。但美国可能就是有以来美国的方式就是有分，对啊，刀可能它有它的顺序，或者勺子可能在左边，除非是甜点以外。对，所以他们虽然本业不是餐饮业，但他们都说得非常好而且看得出来他们对食物的热情。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因为平常都是我服务人嘛，你第一次体验到被明星服务的感觉，其实蛮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这样倒水，很好，帮你上餐具。谢谢。Emily， 你好，您点的是牛舌对吗？对，好的。帮您上餐具，好可爱。对，这是我们主厨特地在日本选的，它是一个挤出来的那个鲷鱼烧，对，但是它不能吃这样的。好，那一会我帮您做介绍，谢谢。各位贵宾，你们好。Chef Jessica 为您准备的是 M9 澳洲和牛菲力牛排。那听到和牛，其实会觉得很油腻，但是它其实是取了这个非常 lean 的 pea protein， 所以不用怕，只是会非常嫩。那接下来它隔壁的是 roux， 那这个 roux 是用5个小时熬出来的，用鸡骨、牛肉和味噌。旁边这一块其实它是牛肉卷，牛肉卷它里面包的是牛肉、紫苏和香菇。那 kadayıf 没有听过的是，它其实来自于土耳其，它是土耳其的面丝，用面丝去裹成那个肉卷，拿下去炸。那 puree 是烤茄子蔬菜 puree， 喜欢用。雨薇，他的表达就是有他的 style， 但是我觉得很符合他跟他配合的 chef 所创造出来的主题。刚刚我跟那个姚春耀讲说，我很喜欢他的介绍，很不像是就是初体验这种餐厅 fine dining 工作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很喜欢他把自己的讲菜的内容内化成自己的状态，而不是感觉好像在背稿。各位嘉宾午安，今天很荣幸呢，可以为您介绍由陈永孝主厨带来的主餐——海陆黄焖焗龙虾、牛莲旺返菌菇浓汤。那这道菜的灵魂呢，就在于各位眼前的这个金黄色的浓汤，它是陈永孝主厨用玉米鸡、还有根茎类的蔬果，还有金华火腿把所有的食材的精华熬制成的金黄浓汤。那同时我们搭配的是龙虾肉，鲜甜的龙虾肉，但经过油炸处理之后，可以让它肉质更紧实、更有弹性。那我们再用这个黄焖汤下去，用轻轻的煨煮的方式，让它可以保有这个龙虾的鲜甜，同时呢还有黄焖汤浓郁的风味。那另外呢，我们再搭配的是这个牛的2元肉。那牛的2元肉呢是
一头牛只能有1公斤的一个非常珍惜的部位。那我们再撒上的是这个主厨他特制的黄贡椒的酱汁，咸咸辣辣，非常开胃。那建议您食用的时候呢，可以先从虾肉开始品尝虾肉的清甜，然后再来呢喝一口浓郁的黄焖汤，最后呢再用这个咸辣的牛肉来提味。那请慢慢享用，谢谢。各位贵宾午安。那我快速做个介绍。那这一道料理 ，Chef Will 他想要展现的是经典，还有时间。经典的话，我们用了非常经典的罗西尼牛排下去做呈现，那包含了元素像是鹅肝、菲力还有松露。那今天的时间的是从哪里来的呢？时间的话是我们各位桌上的宫崎牛，我们选的是宫崎县13年的老牛，相较比一般的乳牛来讲，它的那个肉味更加成熟，更加熟成，那脂肪部分也比较少一点点。脂肪部分我们就是用了鸭肝取代它非常饱满的一个脂肪，那最后刨上那个冬季的黑松露。第二个时间在哪里呢？第二个时间在酱汁里面。对，刚刚有提到是我们 Chef 他从昨天开始就先进厨房做准备嘛。那这个酱汁牛汁它用了将近8到10个小时熬制出非常浓郁的风味。我们可以一起搭配还有一旁的马铃薯下去做品尝，请慢用。各位贵宾好，我是雨熙。那点了这个炭火牛舌玉子寿喜的贵宾，由我来帮您做介绍。我们这次选的呢是澳洲和牛的牛根部，非常精选的位置。这个部分的牛呢，它肉质非常的细致，油脂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过这个炭火的烘烤之后呢，它外香内多汁。那再搭配上这个，你们看到这个蛋黄的部分，它是炸蛋黄，你把它切开的时候呢，里面是这个那种溏心蛋的这种感觉，然后搭配你的牛肉一起吃呢，它这个风味会非常的浓郁。那再来呢，帮您介绍这个 sauce 的部分。我们的 sauce 呢是从这个日本的老店亲自酿制的酱油，然后再调制成今天的这个寿喜烧酱。那这个上面呢，我们还有再刨一些新鲜的这个柚子皮，整个味道就非常的清香。那最后你们可以看到旁边有这个娃娃菜，还有眼昆布做成的香油沙拉，那吃起来非常爽口。那整体呢，这道菜呢就是非常的 balance。我蛮 surprise 的，就是因为我平常也喜欢去吃很多不同的餐厅，包括不同价位或者 fine dining。那我觉得雨熙介绍的时候，我觉得他把这个内容吸收进去，变成他自己的 inside 的 word， 然后去形容出来，你会觉得哇，不讲话，我会觉得他应该是在一个餐厅工作很久的。那你这个不是这个迷迭香，对，然后这里面就是那个洋葱，要不要吃？我吗？不是你，我们今天是。好，很可惜，但是这是我们最后一道了，就是我们的 Chef Jessica 为您准备的甜点。那我们名称叫做绿宝石 Parfait。那我是从由下往上讲，那最底的是一个洞，那它是用葡萄、西洋梨和那个白酒去做的洞。那再往上，希腊 Greek yogurt 再搭配 granola 碎片。再往上就是 ice cream， 那 ice cream 特别的是，它是用 olive oil 做的 ，Spanish olive oil 做的，再加上往上的sorbet是绿葡萄再加柠檬。那我们绿宝石是要用麝香葡萄去展现它的 ，special surprise 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叶子饼干，希望大家会有美好甜甜蜜蜜的一天。汤品的部分我快速做个介绍，刚好温度上，希望各位先做品尝。那这碗汤就融合了今天 Will 师傅想感谢大家的整个心意都包含在里面包含了像是瑶柱、老母鸡，还有鲍鱼浓缩在一碗汤品里面，让大家做品尝。那我们可以搭配里面的那个云南，今天有使用一个云南的那个松茸，稍微用火炙烤过，增加比较漂亮的香气那今天还有加像是花椒跟竹地鸡非常丰富的食材在里面，我们趁热做品尝。
请慢用。那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甜点，那这是陈有效师傅带来的琼浆云丝传古韵尝3味。那这有3味呢，分别是第一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黄金杏仁茶。那它是我们用龙黄杏，它的杏味呢非常的浓厚，但非常的温和，然后配上北杏跟花生，用黄金比例去研磨、去熬煮而成。那同时呢，加上我们的台农的地瓜66号的黄金地瓜自制的地瓜圆，然后作为口感上的搭配。那第2位呢是我们的燕窝玉露我们用冰糖熬煮燕窝4个小时之后呢，用奶酪打底，在上面铺上我们的燕窝，同时呢还有预警的爱文芒果以及麻豆的文旦来做一个丰富的口感。那再来呢，第3位就是我们的怀旧咸蛋糕这个上下2层这个松软的这个蛋糕体呢，中间夹了一层红葱头跟绞肉炒的咸香的料，所以呢一口咬下咸甜的滋味，我相信是很多很经典的台湾的味道。那就请你们慢慢享用，谢谢。如果您选择的是鸭香和徐，就由我来替您做介绍。我们这一次呢选的鸭呢是宜兰的这个樱桃鸭胸，然后烹煮的方式呢是用日本传统和鸭的方式来做烹煮。像和鸭的这个吃法呢，以前在日本是只有武士才吃得到哦。它的详细做法呢是，我们先把这个鸭胸的皮它会有多余的这个油脂，我们先把它煎掉，煎完之后放进柴鱼的这个昆布高汤去浸泡它，然后可以保持这个肉汁鲜嫩。那再来汤的部分呢，我们是用鸭汁提味的这个柴鱼昆布高汤，然后会配上这个日本兵库县最高等级的手工职人素面，然后它非常的细，非常的好吃。然后最后我们会用这个青葱，还有像这个有嫩姜香气的明和放在上面做最后的点缀。那旁边呢，我们还有柚子胡椒。当您把这个原味的这个清雅享受完之后，就可以尝试看看我们这个有辛香、有这个辣的这个层次变化。请享用。好，那我来帮 Emily 加汤。好。首先呢，感谢各位今天的付出。今天营业额第1名是 Will， 今天营业额是第1名 Will。第2名是 Jessica， 第3名是纯豪，第4名是永孝。但是你的营业额的总收入呢，扣掉你的成本之后，你个人所得的积分名次是不一样的。那我从那个营收的数据来看，有客人是往下降30%的。是有的，也有人往上给30%，也有人没有给10% 的 service charge， 这个都是有的。对，所以希望各位继续努力。那还有3场，用1天的时间来做 Mission Plus，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 push 的。那各位继续努力，我们就下次见，谢谢。我今天应该销售来说大概2万块左右的样子吧，然后食材成本我记得好像大概7000多，所以对，就是还有对12000上下 ish 吧，对，但因为就其实还有客人他会不会给你加减分的那个的因素进来。今天的总营收其实我还没算，因为第1道好像我的份数还不算少，第2道算大家应该听到好像大家蛮平均的。那我最后1道只有1个人点我的，所以不知道可能没有太高吧。第2阶段或许地方嘛，对啊，就是你去熟悉，反正结果就是结果，对。
然后就是看后面怎么去追啊，想看要怎么去改变嘛，获得少女的芳心这样子，对不对？其实我没有算自己的积分，我是完全没算，只是依照分数的话，觉得蛮可惜的是，和牛的部分，因为毕竟有剩一半这样子。但其实其他的积分我就没有去细算了。对。请坐。好隆重的感觉，很气派哦。先用坐最，那就不客气了。欢迎大家来到大三元，这里呢就是我们接下来比赛的地方。上一集呢，我们的评审看请大家好好吃了一顿饭。这一次比赛之前，我们的评审 Charles 这里是他的主场，他也是要来好好的请大家吃顿饭。耶，好了，地盘太棒了！你在这里可以横着走。没错，横着走。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大三元。上次在开那边让凯做了招待，所以我也苏朗姆苏丁。是，这边其实我们希望说大家把它当成自己家，把这里当自己家，太开心了。哎，哥，我们要吃饭了。吃饭。来，当自己家，当自己家。哎，爸，你好吗？爸，还好，当自己家，自己家啊。上菜，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我们的几个目前蛮受欢迎的菜色。芋泥。这个是鲍鱼，比脸大的鲍鱼哎！哇，这避风澎湃啊，青衣，哇，好香哦！家常菜啦，家常菜，对，家里吃的，自己家自己家吃要是特别好，发薪水。还有那么多菜了，还有烤鸭来了，哇塞，偷气，太澎湃了吧！烤鸭来了。好，今天就准备了这5道菜，前面的是大三元的金汤。那金汤其实很多餐厅都有在做，那我们唯一比较坚持的是，我们只用了鸡，就是用全脂的所谓的那个我们的黄土鸡跟它的鸡脚，然后去熬出它的那个浓郁的颜色跟它的胶质，就只用鸡一种东西而已，所以说它是最干净的鸡汤。那面前看到的那个是咕老肉，大家都知道咕老肉其实是有点酸甜，用番茄的酸甜酱的这样的一个 base 去做。那这个就是用我们宜兰的金枣。哦，你说这个黄色是金枣？这是金枣，对。我以为是黄色的番茄。对，并不是去改成红番茄改成黄番茄而已，它是金枣。那鲍鱼的这边的话，鲍鱼我们是用我们台湾的最有名的苦茶油，我们用这个苦茶油去煎活鲍鱼。那后面看到的就是大三元，其实这几年最有名的烤鹅。看它切好疗愈。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汁水就知道说，其实师傅的烤的抓的那个时间点很重要，感觉超湿水，肉还粉红。好，那师傅们就帮大家服务，我就让大家慢慢的用餐。这是什么？我们先帮您包了一卷，然后待会就让大家自己。这么可爱，这好可爱哦。那你会建议我们先从汤开始吗？先从喝汤，趁热吃。好。对。汤好厉害哦，蛋白好好吃哦。他说花雕吗？对，那个蛋白里面有花雕，花雕种。花蛋白就好嫩哦。一整个早上就在期待这一餐，所以早上就喝了一杯咖啡，我没有吃早餐。对，因为觉得我要把所有的胃都留给 Charles 的作品。超好吃的。这也太夸张了吧！超大一个。它这个真的很大颗，120到150吧，比你还要大。真的那个鲍鱼大到没有办法，一定要用刀叉。谢谢。谢谢纯耀，我会把10%的服务费给你。从这个时候来讲，可是我好像不具影响力，我是来骗吃骗喝而已。我第一次吃大三元的菜，我觉得非常的好吃。每一道都惊艳啊！他把一些老菜，然后就是有味道上啊、手法上都有稍微改变，这样有细节，然后也不会太过于花俏，然后让现代的人比较吃的比较习惯，然后也比较喜欢。超好吃的感觉，少了酒，好好吃哦。
我已经把今年、明年跟后年的尾牙都定好了。我就应该，哇，这个是要唱甜点，而且好可爱，他们甜点的麻吉太可爱了，好酷大三元的麻吉，对，大三元12台，对，好酷！这个打下去真的会糊掉，真的会糊，真的糊，真的会糊。哎，先不要吃啊！怎么了？因为 Charles 有话跟大家讲。还好。今天有吃饱吗？太好了，太好了。没有吃饱就是我们的责任，对。谢谢。好，今天非常高兴呢，来这里呢，把这里当自己家，然后吃了非常开心的一顿。而且大家发现我们两个站起来了，对不对？你干嘛？我们在这里吃到大三元非常经典的菜色，非常的开心，非常满足。但是接下来的事情会让大家有一点胃痛。我告诉你啊，这个制作单位很恐怖，就是呢，我们这里大三元是我们比赛的地方，今天会在这里备菜，明天会在这里比赛。但是明天的比赛呢，恭喜你们，大三元会加入你们的战场。什么意思？专业的大三元会出一道前菜、一道主菜、一套末传，来跟大家竞争你们的营业。何必？我最喜欢应该是烤鹅，好好吃哦。希望明天他们不会出这道，觉得太过分了。因为刚吃觉得啊，真的是很好吃。它那个片皮鹅啊，然后它的鲍鱼跟呢一开始的浓汤，我觉得这3道菜真是太无敌了。如果出现这个，我觉得光是看那个菜名，我觉得很容易大家就会直接选他们。我反而不认为宾客会点他们的菜，因为毕竟大三元经营这么久了，我相信来的很多名人艺人，可能很多人都有来吃过了，所以不一定会点他们的菜很多。如果我们光看菜单，其实不知道到底哪一道菜是谁做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大家还是各凭本事的啦。而且还没完哦，还有，因为大三元的加入，所以明天人数又变多。是的。人数会增加10名 ，OK，我们会增加到30位影视名人以及好朋友来到现场，而且相信我，我看过名单了，有几位就是我看到他会先腿软一下，然后马上站好。不可能，你相信我？不就是同事吗 ？No，Oh my god， 我们都是 not just 同事，相信我。该不会有大前辈吧？我只能说白叔应该动用了他所有的关系，就是一种你怎么敢打这个电话请他来？所以明天呢，怎么样满足他们挑剔的品味呢？应该就是最大的考验啦。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再把我们的赛制说明一下，那就是呢，我们现在4强已经进到第2场了嘛，对不对？然后呢，每一集呢，我们之后的营业额，然后再减掉我们的食材，就是我们的总积分。厨师跟厨助会各分一半。那但是因为安心亚第2阶段没有加入，所以呢，每一次都会有1位厨师单人成组。但是好处是，所有的积分就是你自己的啦。好，所以呢，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一集4组的组合，那就是 Will 对上林雨熙，有效配上胡宇威，郑淳豪对上姚淳耀。好恶心哦！刚吃这是什么？双唇，双唇，真的哎！哇，你们好会想，你们等这组合很久了吧？对，没错。哇，那你们怎么跟客人解释？大家好，我们是纯爱组。记一下，你们嘴唇。Jessica 有没有好险自己单人成组？没有人来乱，这样蛮挑战的，可是老实说，这也是你最好的机会，因为这时候就是你把握机会得积分的时候，因为所有的积分会是你一个人的，像上次威尔一样，1人独得，其实就很补，对不对？蛮补的，蛮补。至于呢，我们这些营业额，其实我们点菜的数不代表营业额的高低，因为最后发现，其实每一个客人他们的喜欢程度，会影响到他们支付的金额，定下本身正负30%。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厨助在外场服务的时候，其实你们有另外的服务费是增加10%。你们上次其实很多人都得到服务费，郑淳豪跟雨熙呢，你们9道获得9道的服务费。哦，你们2个哇，很厉害。有效跟姚淳耀呢7道获得5道的服务费，也很厉害。Jessica 胡宇威呢是15道。获得12道的服务费，很不错，很不错，很不错。威尔是17道，获得12道的服务费。
好的，你们的舞台要交给你们，大家请加油。最后我要说的是，明天的来宾真的很厉害，腿都软。腿软？来吃啊！大家吃甜点，吃甜点，大家吃甜点，吃甜点。突然吃不下了，现在很难吃得下了。买起来，买起来。跟医生你相信。哎，我听到都10位客人，自己是蛮开心的。你想想看，我们整个工作圈这么多人，对啊，那如果可以多来一些，那就会多招待到一些自己的朋友啊。因为其实大家平常很忙，也不一定私下有时间约出来吃饭，所以如果可以在比赛的时候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我是觉得蛮开心的。一方面有些可能会是自己认识的朋友，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安心，但也有可能会比较紧张，觉得在熟人面前还要说菜，好像是一个你没有呈现过的自己。那如果又是自己比较不熟悉的，或是前辈，因为我本身有前辈恐惧症，而且今天听心灵姐说，来的宾客觉得会让你们吓到大吃一惊，一定会紧张，也蛮期待的。期待的到底会是谁？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服务。但我预想的是，就是这些人应该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处吃饭，会想要吃到一些他们真的有兴趣的东西。其实这一次的菜单，因为毕竟是名人，那我不想做的太花俏，那就是做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因为其实就自从来录制的节目之后，发现其实很多艺人的生活其实是蛮朴实的，所以有时候消费我不觉得会太大手大脚。哇塞，哇塞，外星人啊！怎么会有外星人？哎，我有这个品质超好的，很大只哎。边用。我也想摸看跟外星人一样的东西。有点巨。真的很巨，这比我手还大。如果我在海里遇见它，我一定会被它吃掉吧？它不是横着走？它不是，它是直着走。它是直的。哎，杰西卡，你看这对啊，这超夸张的好不好？因为我 handle 过这种东西吗？你看。没有到那么大只，天哪，这超巨的，怎么会这么大？这个是好莱坞的特效吧？我真的好像在打怪了，超大只。没错，我就在揍外星人的感觉。对于明天是影视名人的部分啊，我做的是比较在高价餐厅会做的，我是做雪场蟹。那我把雪场蟹的身体跟蟹脚，还有就是尾巴跟膏的部分，那我把它全部做成是3吃的概念，那分别放在前中后。前面会先做一个生煎包，那中间就是吃一只完整的帝王蟹的蟹腿。那最后做一个有点像是绍兴酒的一个蟹膏的捞饭这样子。哎，这个是做什么的？我最后连那个捞饭的，对我一样会炒红萝卜跟豆腐，一样会先炒进去，因为红萝卜把它蒸熟，然后我会断生，所以待会削完之后，我们把它先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再把它切成碎就可以了。好，了解。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主题是在比赛是营业额跟成本的部分嘛，那所以我觉得导引食材完全无浪费的情况底下，第一个成本也会低。等一下啊，我等一下教你。好，蘑菇用擦的。哦，它这个就是它的土。哦，因为菇类不可以洗。对，菇类你把它想象成它就像海绵一样。你一洗海绵就整个吸水。哦，这都是土，红土。了解。然后就把它擦干净就好。对，然后就丢不掉。好。我这是食材的选择，反而是先从菜去设定，然后再去选食材。我们第一道菜蟹肉奶油可乐饼定价在580，对，那它的单价会稍稍高一点，因为里面除了松叶蟹肉之外，我还搭配了一个半熟桂鱼卵，利用桂鱼卵来做成酱汁，然后它的外皮不是用面包粉，是用日本和果子在用的稻米柿粉。这个稻米柿粉炸完就是这样。哦，真的很像米汤。对，然后我们就要丢下去让它吸油。那第二道的话，就会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威灵顿。
那这个是对我自己个人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所以我才会选威灵顿。那第3道的话，不敢说自己大3元，但因为在这个环境下，所以我的甜点是从杨枝甘露去做发想。看到啊，都10成本的，这个超大，对不对？哇，哦，好壮哦，吃到的不是人看。这一次因为客群是艺人嘛，然后应该就是都会到处吃嘛，所以说我在前菜的部分，我就是用了3个口味，但是这3个口味都是东南亚国家的。以目前为止，可能台湾现在还没有，应该是没有人做了。第2个的话就是干包嘛，从干发到好、卤到好的话，大概要1个礼拜，是真正是蛮费工啊，然后每一个工序都不能疏忽的，才能够把一个好的鲍鱼发到完整这样。哇塞，好费工哦！哇塞，这个当然是值5000块。备料的工作最费工应该就是鲍鱼的部分，因为它这个网子要先把它剪出来，剪到一个形状，可以让整个鲍鱼可以包住的时候。包做的时候还用竹签去把它慢慢穿，真的是好像在缝东西。穿好了之后再放进汤头里去熬。哇，这个要小心，一个不小心呢，要把它插到手。鲍鱼汉堡。对啊，鲍鱼汉堡为什么抱歉？就是要让它吸取更多的胶质。然后也有加一个猪皮嘛，就是因为会用竹网，然后把猪皮加鲍鱼下去再卤，让那个就是鲍鱼完全就是吸满满的胶质，它本来胶质就重。然后就是让它吸得更重，这样让这个鲍鱼会更好吃。这个是新加坡厨界教父黄金彪大师所亲传的。等一下 ，OK， 等一下。亚洲厨界教父，你马上给他 Google。啊，不用相信就马上 Google now。然后来到中式，我们就是借这个机会，就是把一些师傅教过的新加坡厨界教父亲传的红味鲍鱼，把这种经典的功夫菜拿出来卖。都不能用手碰到鲍鱼，为什么？刚它卤好之后，然后师傅都说绝对一定要用夹子，或者是你可以用叉子，但是绝对不能弄手，不要用，因为可能影响到它的那个表皮的那个对。所以跟他在学习这个卤制鲍鱼的时候，就是蛮严格的，所以在每一个环节都是要特别的注意，才有办法把它做到一个是最好的鲍鱼。然后再搭配一个就是洋薯菌。特意就是去找了一个特别大的，因为艺人嘛，应该说是好东西也吃多了，对，所以说在这一个比较精准的料理，然后多加了更好的食材。你看花椒这么大的，好大哦！看这个要多大只才有花椒，都是鱼肚。再来就是炖一个花椒，对，就是满满的胶质就对了。对，艺人爱漂亮嘛，多吃一点胶质，对不对？这是胶原蛋白破表哎！走进来跟走出去，怎么变成一个少女这样？回春套餐。上一次比较不好嘛，希望这一次能够在中餐的主场，然后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分数这样。一直剥蟹，一直在剥蟹。备料的过程其实中间是蛮乏味的，因为我毕竟是做一个食材做3次，所以其实整天几乎都是在剥蟹的蟹肉这样子。备料的过程就是，我想我还是外场的人才吧。总之从头到尾有没有快2小时，我一直都在切红萝卜，因为每个人轮流进来，然后看到我还在切红萝卜，就说：“哎，雨熙，你从刚刚我进来你在弄这个，现在还在弄。”半小时前，我现在还在熬。我跟你说，没有，你进来真的是明太子，你知道吗？已经变明太子了，我都没有帮其他的忙，就一直在，然后师傅已经做到手都要起水泡。我都还在那边面对他，我刚刚切到中间有想说，是不是有食物小心吃？
因为调理机打了就那个菜味就炒不完。对，什么意思？刀不会让那个红萝卜那个菜味跑出来。用手切的话，可是你打完之后，那个菜味会很重。哦，所以会有那个味道，对，是这样来的。那个味道会，你觉得会影响？会盖过那个蟹肉啦，我怕。对。所以手工做还是有价值的。有啊，我说我明天真的会留一盘，我要平反红萝卜。所以我这样做是真的有意义。真的有，真的有。你也是从头到尾都在处理螃蟹啊？专辑，我很干，我很甘愿，我很甘愿。甘愿，可以。就会用蘑菇，等于说进入到一个，他们过了2个小时才作业，哇，真的不简单，精品。没事，加油。怕它那个不干净，这样没关系，可以，因为它就是会比较难切，它这个就是很麻烦，就在这里。因为我们做的威灵顿牛排，它就是以一道一道非常多繁复的工序著称，因为蘑菇不能用水冲嘛，所以我们就是用纸巾一个一个把它擦干。那大概有没有200个啊？然后一直在那边清，所以可能画面看我的动作就是一直在用蘑菇。然后这个一页一页把它洗干净。这威灵顿牛排包菠菜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还是？它其实作用就是菇会吸掉肉多余的汁水，那其实菠菜也是让它有一层外膜包住，让它的血水不容易流出来，让它去染到派皮就不会就不会这样红红的。对。把叶子一张一张摊开，好，把它吸干。对，就铺平。对。就是那个菠菜它很薄，然后先摘除它的叶子，然后一片一片洗干净，然后再烫完之后再冰镇完之后再把它拿出来，放在那个纸巾上面一张一张的风干，风干之后再给主厨一张一张拼贴好，然后把它卷成威灵顿牛排。我就是一直在一个菠菜地狱里面。这真的很高纲哦，果然是威灵顿牛排。我敢相信我终于做完了，我做完了。哇，感人的一刻。你以为结束了吗？还没，因为它有壳，所以我要挑第2次把壳全部挑出来。这个辛苦。先生小弟，Ladies and Gentlemen， 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切碎马铃薯的，不是马铃薯，我以为他是谁，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切碎红萝卜的任务了。你看，这哪是红萝卜，这明太子，好不好？对不对？明天的客人有福了。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备料倒是还好我尽量不要做那么复杂的备料，就是把你的功夫花在调味跟酱汁的部分这样子。其实我这一次在菜单设计的时候，我的主菜我觉得之前做双拼的反应蛮好的，所以我这一次也还是会采取双拼的策略。我会用软壳龙虾，然后配牛小排。那我觉得是因为软壳龙虾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食材，可能有些人也不一定有吃过。然后我这一次是尝试不要做甜点，就是我做了一个墨转。想要出我自己以前在餐厅蛮受欢迎的那个鸭肝鸡卤饭，因为其实鸭肝算是一个蛮多人喜欢的食材，但是之前有一阵子国外在进口的部分是没有办法进来的，然后近期才又开始开放，所以就觉得好像可以用这个食材，因为我这一次的主菜跟墨转的成本都偏高。
是因为都有用到一些进口食材或比较名贵的食材，所以我这一次在设计前菜的时候，我选择了一个在中餐厅很少看到的食材，就是我选择用章鱼，它算是一个不算是特别高单价，但是其实处理的好的话很好吃的一个材料这样子。然后就等于说我把比较多的重心是压在主菜跟末传。哇，我们大概从下午开始2点嘛，然后备料到晚上的9点，然后就大家都走了，我跟 Ricky 还在那边。最后一道甜点比较复杂，因为它的配件比较多，因为漂亮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嘛。艺人明星们平时看漂亮的东西应该看得非常多，所以我也希望让他们能够有一点眼睛一亮那种感觉，比较多配件，所以花比较多时间在准备这些配件上，然后到时候组装会比较快。据说现在可以看明天的宾客吗？你猜会就有谁啊？厉害的那个，最厉害应该都是做美食的吧？哦，不是，花姐，美凤姐，哇，太酷了吧！还有方心姐，美凤姐是那个全台湾最漂亮的欧巴桑吗？美凤姐，我的。哦 ，OK， 这2个是我其中的团体，以前的那个少年团吧。Oh my god， 就是奔吉跟洪正，妈呀，真的是 OK，All right。哦，少勋，希望可以 serve 到这个少勋他们这一桌，因为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安心一点，就是比较熟。跟 Vic 相识 Janet， 啊 Janet， 我才刚在国外。我们擦身而过。景荣，我没有见过他本人呢。本人会很帅吗？他们回来。对啊。白润英，小白。Daisy 蔡氏，这个是没有同名同姓。自己要回来，要吃饭，来踢馆嘛。What the？ What？ 你觉得美凤姐应该会点我们的菜？超级吃香。那些走进来出去都变年轻了。她本来就很年轻的，然后吃我们的餐，应该哇靠，她就变婴儿了。满满的骄子。就会点他们的餐，我觉得没有应该是会点我们的餐，就是我们的威灵顿牛排。对，他真的是做工是非常的繁复，就是点到赚到。好，希望美凤姐边可以点到我们的菜，希望可以为她服务。我好紧张哦，然后说叫，看起来很弱啊，很没自信。然后这样叫。欢迎光临。好，欢迎 Sherry 啊 ，OK， 这边请。我也是，我来带你。好，来。小白，来这边请。你爸爸已经入座了。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哦，天明来这边。好，陈明来这边，来，辛苦了。放心为你们服务。哇塞，不行，这个不行，等一下一定要，等一下你们是我的了，不行。
兰姐你好，罗先生你好，欢迎来到新竹站，欢迎，欢迎来到来，请坐，请坐。来这边 ，Great service, great food, great vibe, alright? Great vibe, yes. 你好，欢迎光临。 Oh my god，青春期，哇哦，来这边请，请坐，请坐。哎，兄弟，有服务是不是？来一起，来，这我来，来一起，啊对，然后再帮他把它推进去一点这样，哎 ，OK， 哎，好的，懂意思吧，兄弟，懂意思吧？懂意思，对，你好 ，OK， 好，都懂，哎，没有压力，没有压力，没有。你好，欢迎光临。想你想的疯掉 ，Oh my god！ 我操 ！Today you are the judge。今天，Yeah， 你吃菜吃？感觉很怀念这个感觉，对，就很怀念就是节目上面的所有的朋友，然后包括剧组，就是今天看到大家也还蛮开心的。其实好像也没有多久，但是感觉好像已经很久了。Hello， 欢迎光临。你好，欢迎光临。Hello， 你好。来，里面请哦。来，一位，好久不见。这个位置对吗？刚刚。林姐，好，你就这样自己进来啊？不行啊，那给我跟朋友约了。来，我这样子，来啊！请坐。哎，你这桌不是我服务的，好的。马上那个，必须的，为了生存，兄弟。Hello， 欢迎光临。你好，欢迎光临。欢迎，贵客。Hello， 你好。来。Hello。朋友来了，来 ，OK。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nd my name is Allison. 我是 Allison， 今天是你们的服务员。好，然后我之前是在这个 cabin crew 工作过，所以呢，我今天会尽量给你们这个没有 turbulence 的 first class service. All right? Yeah. 你好，欢迎光临。来，这边请。坐这边，小心哦。来。然后还有一位。对，就风景。杨凤姐，你好，来这边，小心，这个是，不要。好，你们可以先看菜单。好。这里是乌龙茶。各位贵宾，大家午安欢迎来到大三元酒楼，我是董事长 Charles。那今天的15道菜是由4组的参赛者。再加上我们大单元今天乱入了，来提升这个比赛的困难度。好，那接下来我就由我从芹菜开始介绍今天的15道菜。芹菜来讲，第一道的话是帝王蟹粉的生煎包，它是用蟹粉、蟹膏，然后去做成了一个帝王蟹的一个内馅。那第二道的话就是我们的松叶蟹的奶油可乐饼。那第3道菜的话，它是用一个烤的章鱼，加上一个烟熏的新奇酱。第4道骰子牛的菲力跟奶油柠檬的大泥虾。再加上一个2惹南洋风味的一个原鳕鱼。如果今天有虾蟹过敏的人，他可以把明虾换成牛肉，加大了分量。那第5道前菜的话，就是一个金汤的蛋白龙虾。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主菜的部分。首先，连续前菜之后有一个帝王蟹的蟹腿，去煮的大黄酱。它是用8L，所谓的就是一只大概是8-9公斤的一个帝王蟹。好，那第2道的话就是海陆的一个拼盘。那软壳龙虾就是它是连同壳都可以吃。那再加上一个牛小排是用水泥酱去做腌制的。那第3道的话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威灵顿牛排。这边如果今天有不吃牛的宾客，他可以把内容物换成大块的鲑鱼。第4个主菜是潭府的溏心鲍鱼。第5道主菜的话就是所谓的烤鹅的2吃。那最后一个末蒜。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蟹黄的绍兴捞饭，做一个拌饭的一个概念。那第2个就是杨枝甘露的帕菲。那帕菲其实大家就是很熟悉的所谓的圣代的概念，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甜点。那第3道的末馔就是鸭肝的鸡乳饭，然后再加上那个乌龙的竹笋茶汤。第4道的最后的一个馔是花椒松茸干贝的一个清汤。那最后一道的末馔就是用苦茶油，台湾特产的苦茶油去煎活的鲍鱼。
那今天就是这15道料理的简单的解说。那再重新解说一下今天的赛制。这赛制其实大家看到我们的菜单上面都有它的价格。如果说您觉得说它今天，比方说我们今天这道菜是1000块，那你觉得说它今天定价1000块很合理，那你就给它这个1000块的分数。那你觉得说哇这个1000块太便宜了，我愿意花多一点钱付给他，您可以在往上加30%。但你如果觉得说哇今天这道菜我觉得它不值得1000块，您可以把它扣30%下来，我只愿意付他700块。那另外呢，我们今天有4位的厨助们去来帮大家服务。如果您觉得说他在你这道菜的服务上面特别好，您也可以给他特别的一个服务费，拜托。那所以他们今天会使尽全力的去赢得各位的服务费。OK， 使尽全力。对，好，那待会就可以请大家点餐，然后待会享受今天的料理。谢谢大家，谢谢。虽然说是来吃饭，但是还是想要帮到雨薇。你没有知道啊？还是你知道他的厨师是谁？不可能，我不知道。对啊，那你要怎么知道？啊，你这是想帮他，我就是点最贵的就好了。好烦哦，好难选哦，比老婆还难选。总不能都点。还是等一下去吃别人的。每个都想吃，很痛苦，真的很痛苦。所以我们尽量要点不一样，感觉比较好。我个人的话，就是因为我怕我会吃不饱，所以我点那个饭。我也是怕我会吃不饱的饭。就是搭配螃蟹的蟹蟹饭。哎，很不错哎，对。啊，吃完以后就谢谢你啦。啊，对，谢谢。对，梅凤姐有什么需要帮你做那个解说的？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啊，好啊，你再来，没有问题。好难选哦。这个是帝王蟹。多少钱？1100。你是看价钱的？都在看。我就只挑我想吃，因为我很喜欢吃鸭肝。没有，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点贵，你才会知道说到底值不值得贵。可是我觉得感觉每一个贵的应该都是同一个厨师，就是同一个牌子。真假？可是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很多是我们个人饮食。一定要分配一下，就是如果贵，它要搭配品，它才会被选到。我想要会点那个鸡乳餐的，你跟他一样。但我现在要改鲍鱼，因为他的鲍鱼他才定500块，而且我怀疑那个鸡乳餐是大3元。可是也不知道。对啊，我猜而已。你可以点，因为我们想吃。没有，这个应该是杰西卡。杰西卡？对，他感觉就是很喜欢用水果，没有拿这个我有。这个感觉就像是纯豪做的，就很日啊。我看那个名字，然后再看它下面那个打字的方式，就比如说什么爽脆水梨与肉香共舞，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杰西卡写的。然后呢，另一个肉米籽的美味交融，哎，这一看也知道是杰西卡写的。其他的主要是看他选的主题，比如说帝王蟹啊这种高档的食材啊，感觉就是 Will 会用的嘛。然后松叶蟹奶油可乐饼，这听起来就是蛮日式的，所以我猜应该也就是纯豪师傅这样子。然后其他的中式就稍微有点难选，因为这边大3元的，然后还有永孝师傅，就是差不多的主题。你都还没来，好紧张啊！紧张了，结果全部点大3元。哦，然后我就鼻子就收一收，坐电梯回去。花椒哎，对，花椒1000，又是好这个，对，看这个，对啊，比较吃得出功夫。我要点这个 ，I want the 鲍鱼饭。Good choice，Good choice。为什么说 good choice？我刚刚听到他说那个什么软壳龙虾，限定，我觉得我刚才又被，因为很少会吃到龙虾壳，对，然后它是可以吃龙虾壳。所以你点龙虾壳？我点那个，我后来换成那个223。你点的是223，跟你一样。哎，一模一样。下惯性，哇！好，那我看我们，我考章。哎，我在这个。哦，一样。最后一个鸡汤。Oh my god！ 天哪，我觉得姐姐你跟超有默契的，请开。噔噔。